大家好，今天来介绍一个在中文输入的时候显示键盘输入状态的辅助工具，它的名称叫做 Input Tip， 它是只能使用在 Windows 环境里面，而且是使用 AutoHotkey V2 程式语言来撰写的工具，并且开源在 GitHub 上面。如果你正在学习 AutoHotkey 的话，可以到它的 GitHub 网站去看一下它的程式码是怎么撰写的。它基本上就是会在我们做中文输入的时候，在输入游标的右侧或者是指定的任何位置显示特定的符号或者是图形来显示目前的中文输入的状态。这些状态会有英文、中文跟大写这3种状态，同时它显示的格式会有3种。第一种就是使用方块的符号，也就是像我们上面看到的这个方框，但是它不会有中间的中文字，它就是一个带有颜色的方块。通常就是英文会用蓝色来表示，中文是使用红色来表示，大写是使用绿色来表示。这个方块也可以设定许多种不同格式的外框样式，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外框白色是其中一种样式，它还有其他几种外框的样式可以让我们在设定的时候自己选择。第二种显示的方法，它称作文本符号，其实就是在方块的里面显示文字，比如说是英文可以显示成英，或者是英文，或者是一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文字。那另外它也有一个图片的符号，你可以指定自己喜欢的一个图形，它这边用一个圆形来表示这个是英文，然后后面这个红色的圆形是中文，绿色的圆形是大写，就可以使用这种图片的符号来表示不同的输入状态。透过这几种输入符号的显示，可以增加在中文输入的时候的显著的提示。在输入的时候就不必看右下角的输入状态，而直接在输入游标的附近就可以看到目前到底使用的是在哪一种状态下面。这样子对于有大量中文输入的需求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非常显著的提醒的效果。下面我们就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它的整个设定的方法。许多种不同的中文输入法，它提供了4种侦测输入法的模式。各位可以从它的 GitHub 网站上面看到完整的清单。我这边有把它目前的这些输入法列在这个地方。假设使用的是搜狗输入法，就要使用模式1。如果你是在台湾使用微软的仓颉或微软的注音，那么你一样就是使用预设的模式2，也就是你不需要做任何设定，它就是模式2。另外我个人使用的小输入法也是使用模式2。如果说你使用的输入法，比如说你可能是使用大易或者是无虾米这一些台湾使用的输入法，那因为它上面这个清单里面没有这2个输入法，而我的 Windows 系统里面也没有这2种输入法，因此就要请大家自己来测试。如果你的模式2没有办法侦测到的话，那你就切换到模式1或者是模式3或者是模式4来测试一下到底哪一种模式可以符合它的侦测的模式。那侦测到了以后，就可以让你在输入的时候显示这一个输入状态了。我们来看一下它要怎么来设定这个模式，就是在系统夹它的这个图示上面按下右键，第3个选项就是模式的设定，只要选择到你想要用的模式，然后点击一下，它就会自动切换到这个模式。现在就是在使用模式2，那再点击确定，它就会自动做模式切换的处理了。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所谓的自动切换设定，也就是在图示右键功能表里面，它这边就会有一个设置自动切换。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假设你希望你一进入某一个应用程式的时候，它自动就要切换为中文，或者是自动切换为英文，或者是自动切换为英文大写，就可以把这个应用程式呢加到它的清单里面。到时候在切换到这个应用程式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切换到这一个输入状态里面的。可以来试一下。假设希望要设定这个自动切换到中文状态这一个选项，点击一下第1个选项，点击这个添加，它就会将你目前系统执行中的应用程式都显示出来，再去选择到自动切换到中文的应用程式就可以了。那我已经有先把比如说 Word 已经先开启起来了，然后找到以后我就再直接双击，只要在这个 winword.exe 上面双击，接着再点击确认添加，它就会把 Word 加到这个自动切换到中文的清单里面了，就点击确定添加。你可以接着再设定第2个应用程式，然后一直到全部设定完毕以后，再点击右上角的这个 X 来离开。
那接着我们就直接进入 Word 来看一下它是不是会自动切换到中文输入状态。它并没有侦测到，我们再切换到别的应用程式来看一下，它已经有自动切换了，可能各位要稍等一下，它就会自动做这个切换的设定才会生效。切换为这个 EM Editor， 各位可以看到它是英文状态，我接着再切换回 Word， 再点击一下，它的输入状态自动就又切换成中文了。这个就是它所谓的自动切换的这个功能。另外，系统夹的功能选单里面，它还有一个设定停用之应用程式，在这个应用程式里面，可以把它的显示状态这个功能给关闭，也就是到时候你就不显示输入状态的符号了，只要把这个不想要使用 input_tipper 这个命令的应用程式加到清单里面就可以了。这个请各位自行去做添加的设定。那下面是我的几个我在使用以后的设定的建议。显示的符号预设它会显示在输入游标的右侧，有时候会盖住右边的文字。各位可以把这个垂直偏移量从-10改成比如说-24，让它往上移动，这样子就不会盖到右边的这个中文字了，而是会显示在文字的上方。然后水平的偏移量你也可以尝试看看，让它往右边移，这样子就不会影响到你目前游标右侧的这个文字，它就不会被覆盖住，可以比较轻松的看到右侧的文字。最后提醒有在使用小小输入法的朋友，你必须要把小小输入法注册成是 TSF 的输入法状态，它才有办法正确的显示 input_tipper 的符号。它的方法很简单，你只要使用比较新的，比如说 2.60 版以后的小小输入法，然后再启动它以后，再到它的安装程式里面会有一个 TSF 的资料夹，然后执行里面的 install.bat， 这个 install.bat 就会自动把小小输入法登记成是符合 TSF 的服务的一个输入法。这样子到时候你在点击 Window 跟 Space 的时候，就可以在输入法的清单里面找到小小输入法了。小小输入法在做切换的时候，它才有办法做正常的 input_tipper 的这个中文状态的显示。这个就是在使用小小输入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点。那如果你是使用微软注音或是微软仓颉，它本身就是符合 TSF 框架的输入法了，因此不需要做特别的设定。那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显示键盘输入状态的辅助工具 input_tipper。如果你有大量输入中文需求的时候，这个工具可以很好的显示这个中文输入状态，可以对我们在输入的时候能够达到提醒的作用。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工具对于你在使用 Windows 上有帮助的话，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也可以透过超级感谢来支持我录制以后的教学影片。今天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